2022年，拉萨说在距离地球300光年外的宜居带中发现了一颗和地球几乎一模一样的 M 级行星开普勒 1649c。 他们称这很可能是人类寻找了几十年的第二个地球。难道流浪地球计划真的要实现了吗？大家好，我是社长。流浪地球2这部电影是年前刚在国内上映的，很多朋友应该已经看过了哈。它的故事背景大概是讲太阳即将毁灭，而地球所在的太阳系将永远遁入黑暗，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也面临着全部覆灭的危险。为了帮助地球躲避这次灾难，于是人类决定在地球表面建造一个巨大的推进器，来推动地球逃离太阳系，寻找新的家园。我当时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如果真的到了太阳即将被毁灭，而我们人类必须要逃离太阳系的时候，我觉得与其带着地球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在宇宙中流浪，可能直接让我们人类转移或许还更靠谱一些吧。因为要实现这个所谓的流浪地球计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首先我们必须要建造一个能够推动地球离开太阳系的巨型推进器。先不说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我们人类到底能不能够建造出来，就算建造出来了，伴随着引力场的不断变化，我们如何控制地球在宇宙中的运动，以及流浪地球的线路，还有巨大的能量需求等等，这一切恐怕都是问题。当然人类转移呢，同样也需要满足2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个就是转移的交通工具。首先我们需要建造一些用于载人的宇宙飞船，这和那个能够推动地球的巨型推进器相比来说就比较简单了吧，更何况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宇宙载人航天器。然后第2个条件呢，就是转移地点。我们还需要在宇宙中再找一颗像地球一样适合我们人类居住的星球，来作为我们的另一个家园。这可能也是一个难点但是一种是创造一个完全未知的装置，并且还难度极大，而另一个家园可能是已经存在的地方，我们只需要耐心寻找。况且从很早开始，我们人类就已经迈出了寻找另一个地球和地外生命的步伐。从古希腊人开始考虑无限宇宙可能存在的无限数量的文明，到16世纪哥白尼模型再次提醒人类，一旦地球不再是创造的中心，而只是这大片天地中的一个，谁又能说上帝没有启动其他维持生命的世界呢？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们人类就迫切的希望在这浩瀚的宇宙中能够寻得其他生命或者另一个地球。可是在那个时候，由于航天技术的落后，阻碍了当时人类探索地外文明的步伐。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我们才终于迎来了踏出这一步的最佳契机。科学家们或者说我们人类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在我们地球之外还有另一个地球吗？于是1957年10月4号这一天，苏联向太空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同路人，也宣布了正式开启人类的太空时代。到目前为止，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人类一直在寻找除了地球之外的另一个 M 级行星。看过星际迷航系列美剧的应该对 M 级行星这个名字很熟悉。在星际迷航里面，根据行星的土壤、气候、大气层以及它们围绕运动的恒星的稳定性等，将宇宙中的行星分为这10类，其中 M 级行星就是那些适合人类或者其他类似生命居住的行星。当然地球也就是 M 级行星里面最典型的代表。而除了 M 级行星以外其他类的行星大多数都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直到2020年开普勒 1649c 的发现，根据它的命名你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发现的。其实早在2018年之前，开普勒望远镜就已经发现了它，不过当时拉萨并没有发现这颗行星的存在，而是2018年开普勒望远镜退役以后，天文学家在对它先前回传图像再次排查的时候才发现了这颗星球。所以我看有人说开普勒 1649c 的发现完全是个意外，但是我倒觉得这并不是意外，而是必然。因为开普勒太空望远镜采用的是一种对可见光进行观测的方法，凌日法。这个凌日法简单来说就是天文望远镜会一直看着其中的某一颗恒星。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说恒星都能发光，对吧？所以当有行星从这个恒星面前经过的时候，它就会挡住一部分光，导致光线发生变化，然后天文望远镜通过记录这种光线变化，就能推算出行星的质量、直径大小、公转规律等等。但是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当有其他物体经过的时候，它也会造成这种光线的变化。而且当多个行星出现重叠的情况，或者同时经过望远镜面前的时候，这种光线变化就会变得非常复杂。所以凌日法这种观测方法本来就需要经过大量的反复观测和排查才能确定，所以开普勒 1649c 的发现很可能就是必然的结果。开普勒望远镜研发的时候科学家们对它做了一项评估，认为它最长的服役年限为 3.5 年。但是不可思议的是，自2009年发射到2018年10月30号，开普勒望远镜才因燃料耗尽宣布退役。他在太空整整工作了9年7个月零23天，服役期间一共观测了53万多颗恒星，并且还发现了2600多颗系外行星。而且开普勒 1649c 就是这其中的一颗。这颗行星几乎和地球一模一样，它的大小仅仅是地球的 1.06 倍，只不过它并不是围绕太阳运动，而是围绕一颗红矮星运动。其实在整个宇宙中数量最多的恒星就是红矮星，和太阳相比，它们的体积都非常小，而且星球表面的温度也非常低。通常来说，红矮星的质量只有太阳的 0.08 至 0.6 倍左右。其实要判断一颗星球是不是适合我们人类居住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液态水。要看这个星球表面是不是有可能存在液态水。一般来说，只要存在液态水，基本上就能达到生命存在的条件。而影响液态水的关键因素，那就是地表温度。而地表温度的高低又取决于行星接收到来自主星的辐射热的多少。就像我们地球表面的温度主要来自于太阳辐射的热量。根据拉萨天文学家对开普勒回传的数据发现，开普勒 1649c 从它围绕运动的主星所接收的亮度是地球接收太阳亮度的 75%。 这个很关键因为这意味着如果在没有大气层的情况下，开普勒 1649c 的地表平均温度为零下39摄氏度。可能很多人会认为零下几度就已经很冷了，零下39度怎么可能适合人类长期居住呢，对吧？那我要告诉你，如果没有大气层的情况下，我们地球就是一个冰球，地球的地表温度也只有零下18摄氏度。我们之所以感觉到没有那么冷，那完全是大气层的作用。大气层就像一张厚厚的毛毯一样裹在地球外面，地球才能保持比较舒适的温度。所以说大气层对地球来说的确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保护大气层，我们人人有责。所以开普勒 1649c 和地球之间的温差只有21摄氏度。这个温差其实感觉还好，因为我们现在地球上很多地方的温差都不止20多度。当然这个温差是在没有大气层的情况下，如果开普勒 1649c 大气层的温室气体比地球更多一些的话，那这个温度就更小。所以这样看来开普勒 1649c 上存在液态水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也难怪拉萨将它称为迄今为止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发现的所有行星中与地球最相似的行星。根据拉萨系外行星档案的数据统计波多尼各大学行星宜居性实验室根据目前已知的所有行星，它们与主星之间的距离、地表液态水、大气层密度和辐射类型和强度，还有等离子强度等方面的综合评估，列出了一份超级宜居行星推测清单。而其中开普勒 1649c 也同样排在首位。而另外几个可能适合人类或者类似生命居住的 M 级行星，我也顺便说一下其中第5个就是开普勒 62e。 这颗行星是开普勒望远镜在2013年4月18号发现的，它是一颗系外行星也就是说它不属于太阳系，在距离地球900光年外，它的体积大约是地球的 1.6 倍，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就是超级地球。开普勒 62e 也是位于它宿主恒星的宜居带内部，所以地表平均温度为零下3摄氏度。但是根据天文学家的推测，它的表面很可能完全被海洋覆盖，这个星球完全就是一个水的世界。但是开普勒 62e 上很可能存在水生生命。第4个开普勒 442b， 这个星球和前面的开普勒 62e 一样它也是一颗系外行星，距离地球大约1206光年，它的半径是地球的 1.34 倍，应该和开普勒 62e 差不多。不过开普勒 442b 星球表面就不是水了，根据天文学家的描述，它的表面可能超过 80% 的面积都是岩石，是一个非常坚硬的岩石星球。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所有行星中温度与地球最接近的 M 级行星。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它比开普勒 62e 应该更适合人类居住。不过开普勒 442b 表面的重力要比地球强 30%， 这可能对它的宜居性会有影响。然后第三个，格利泽 667cc 和前面两颗行星不同，这颗行星不是开普勒望远镜发现的，而是欧洲南方天文台通过镜像速度法发现的。这种方法和我们前面提到的凌日法区别在于，它主要是通过记录行星周围主星的光谱变化来检测行星运动的周期性变化。简单来说就是，当行星在运动的时候它和主星之间的相对位置发生变化，这会导致主星发出的光谱产生变化。通过这种光谱的周期性变化呢，就能推导出行星的运动。与前面我们提到的凌日法相比，镜像速度法虽然是一种间接的测量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的测量误差非常小，所以在天文学研究上应用还是比较广泛。目前为止，通过这种方法已经发现了1018颗系外行星，占行星总数的 19.5%， 而我们前面提到的格利泽 667cc 就是其中之一。这个行星距离我们地球是最近的，只有23光年，它的质量是地球的 3.7 倍。更有意思的是，这颗星球还经常出现在一些科幻小说和游戏设定里面，像《异形大战铁血战士》系列漫画里面，格利泽 667cc 是第一个被改造的星球，还有科幻小说《不孤单》里面同样也写到了它。当然还有很多游戏的背景设定也是它，所以格利泽 667cc 也是目前发现的最忙的一颗星球。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它很可能被潮汐锁定。这个潮汐锁定也就是说它不会像地球一样绕轴旋转，这就会导致它其中的一侧始终面向主星，而另一侧永远背对着主星，而背对主星的一侧始终接受不到主星的光照，这就会一直处于黑暗的状态，而且温度非常低。相反，常年面向主星的一侧温度非常高，所以这意味着就算格利泽 667cc 能满足人类居住的条件，可能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也非常有限，只能是这两侧中间的狭长地带。好，第二颗开普勒 438b， 这颗行星是开普勒望远镜在2015年的时候发现的，它的质量和半径和地球都非常接近，而且它的地表平均温度为3摄氏度，和地球比较接近根据波多黎各大学的可居住系外行星目录，综合大小、质量与恒星的距离、接收到了能量等方面的数据来看，开普勒 438b 和地球的相似度达到了 83%， 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所有行星中物理属性和地球最像的行星。但是它同样也存在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那就是这颗星球每隔100天左右就会受到来自其主星大量的辐射活动的影响，而这些辐射会对生命产生致命的影响，所以这对它的宜居性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好，以上就是目前已经发现的最可能成为第二个地球的 M 级行星。至于它们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地球这个问题，在人类没有登陆它们之前，谁都没有答案。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为寻找第二个地球这个宏伟的目标而努力，而这个目标的实现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流浪地球计划离我们不远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